啊？如果你有事，你可以先下班。我跟罗宾的事还没谈完呢。刘英梅走了，什么走了？过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刚刚，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见客户的时候，突发脑溢血。那他这算是工伤事故还是以身殉职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我是不是该换律师了？恕我直言，你现在把何塞换掉不合适吧？为什么呀？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还让人家给我打官司，这才不合适吧？你太不了解何塞了。你把他换掉就是对他最大的蔑视，就像当众给他一个耳光一样。你也太不了解律师了。律师上法庭就如同上战场，全力以赴、全神贯注都不见得能赢得胜利。你脑子里只有胜利。那当然了，赢了价值100亿，输了一无所有。除非何塞主动提出来不干了，干不了。那万一他不好意思提呢？他又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相信我，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我记得你跟何塞你们俩关系没那么好。这跟我们俩的关系好坏没关系。我刚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懂，我输不起。理解，完全理解。我本来还犹豫我怎么去跟何塞说，但现在正好我可以借这个事情，委婉的跟他说，让他好好在家里安抚他姐姐，照顾他家人，这没问题吧？你让我想想，我会想出办法的。什么时候？明天，明天。要不要搭我的车？不顺路，我可以让司机专程送你。不必了。别客气。不是跟你客气，那是什么？不想欠你人情，我知道你看不惯我，彼此彼此吧。我不想让罗宾为难。那你就不应该回到这里来。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你也可以这么对我。我不会这么对你。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笑话，说我们峨眉相忌。走了。如果他一定要换掉何塞，这事儿你不要掺和。如果他不信任何塞的话，何塞是能够察觉出来的。何塞又是一个容易跟别人较劲的人。何塞是一个律师，他应该早就习惯了客户对他的质疑。我说的不是何塞，我说的是蓝红。没有人愿意接他那种客户。有的，有人想接或者肯接他的案子，这毕竟是100亿标的。那都是为了标的去的。丽娜，你不是一个刻薄的人。对，我不是，但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这个案子对他至关重要，他没有什么太信得过的人。他穷的就剩钱了，如果连钱都没有的话，他真的生不如死。我帮你叫台车吧，你最近太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
你还不下班啊？我要留下来研究点东西。研究怎么帮何塞留住客户。我们所不能丢这么大一个单子。那如果输了，岂不是更丢人？丢了比输了更丢人。刘英美公司的小孩问问我们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何塞，说他姐姐找不着他。哎，罗宾，什么事儿？你在哪儿？我在医院呢，什么事儿啊？哦，我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随时可以赶过去。不用，我自己能处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有。那你节哀顺变。他在医院，应该已经联系上了。什么叫节哀顺变呀？这不就是上医院来取个证，没取利索，还节哀顺变呢？罗宾还挺关心你的。他这人啊，平常看着不近人情，但实际上呢，他是有这个煽情恐惧症。煽情恐惧症，你发明的？丽娜说的。而得这种病的人啊，他特别害怕别人对他表达真情实感，比如感谢呀、感激呀、掏心掏肺的话。他一旦听到这些东西吧，他就会浑身的难受啊，他就会恐惧，会尴尬。乱七八糟。你慢点儿，这地。喂，姐，我们刚才去医院找万医生取证了，他刚刚做完手术，在手术室门口碰上了。啊，那个何塞还跟你在一起吗？啊，怎么了？丽娜说，何塞的姐夫刘英美脑淤血，突然去世了。他姐姐情绪激动崩溃了，现在在医院呢。我问问，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呢。好。怎么了？你姐是不是不信任我呀？没有。她想混律师吧？你别多想啊。我没多想，我听说了。我听说人家给她介绍了廖佳敏。刚才在手术室，你姐给你打了个电话，你没接。不，你不用跟我转移话题。你姐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你姐受刺激了，进医院了。那孟小雨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我觉得你得想办法，不能让他来。这同事关系和其他关系不一样。说实话啊，这同事比好多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呢。你们俩在一起时间久了，他想了解你，他东打听西打听，再把你好多事情给打听出来。你说我要不说实话吧？我就说我没有文凭，怎么了？对不对？千万别。为什么呀？你想啊，连我都知道你在全景，那是因为罗宾罩着你。罗宾想让所有人都感觉你很有神秘感，很有背景，就是不想让别人去深挖你去。你自己坦白了，那不等于直接打罗宾的脸？可是如果孟小雨她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他知道，他早就说了，所以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只要他不来，你们不朝夕相处，就什么事都没有。再说了，那现在谁有时间去打听跟自己没关系的事儿啊？
你怎么来了？我在楼下看见灯亮着，我就上来了。你不会专门跑到我家楼下来看看我家灯亮没亮吧？我是顺道。顺道？你去哪儿啊？顺道？我看你们小区的房子。看房子啊？嗯。为什么看房子啊？我呀，觉得我们家太小了，我想结婚以后啊，换一个大点的。你要再婚啊？罗宾同志，再婚不丢人吧？不丢人，当然不丢人。任何进步文明的社会都承认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不允许别人离婚，把离婚当成污点，既不道德也不文明，甚至应该批判。我怎么觉得你说话有点阴阳怪气的？我是觉得你跟王丽有点太快了。我们又不是今天才认识，我们是重逢，而且人家一直等着我，而且是默默的等，我很感动。默默的等？那请问你离婚也有一段时间了，他为什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现在出现了呢？因为慎重呀。慎重。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那么，我亲爱的姐，你能不能也慎重一点呢？啊？我觉得呀，这句话应该对你说才是。你先不要对我说，现在说你。我们上学的时候，你对季玉一见钟情，你们俩认识不到1个星期就开始谈婚论嫁，结果呢？所以这次能不能慎重一点？慎重一点。蓝红又会全景了，而且老去你办公室跟你谈工作，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而且老在你下班的时候跟你谈。丽娜说的。那就是真有这回事喽。你能不能不要听丽娜胡说八道？我听别人说的，跟人家丽娜没关系。那你就是道听途说。不管你信不信，我告诉你，蓝红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罗琦同志，你能不能留点口德？这个浩瀚超越这个公司是人家兄弟俩一起打拼下来的，他干什么了？他告人家小叔子霸占家产，这告得上吗？他是孙浩瀚的合法配偶，而且他们俩有一个女儿。无论如何，让一个合法配偶零继承，这是不公平的。我觉得挺公平的呀。他这种人，靠男人不劳而获，我觉得就应该这种下场。我跟你说他们家的事儿啊，这个孙浩瀚的前妻死得早，当时他儿子才1、2岁，这孩子从小就跟他弟弟一起过。换句话说，他的亲弟弟孙超越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个公司，哎，你蓝红半路杀进来，然后给他生个女儿，这个家产就是他的了。我再告诉你哦，他们都说啊，这个孙浩瀚的这个女儿啊，不是他生的。我确定你是被王丽给洗脑了。我确定你被蓝红洗脑了，你爱听不听，我走了，离他远点啊，免得雷劈他的时候顺便带着你。走了。谈得不太愉快啊。让试试教育他吧。哎，我们现在去哪儿啊？去接我闺女。你跟季玉说了我们的事儿了吗？跟他说什么？说得上吗？可他毕竟是小安的父亲。我们结婚的时候，可以请他们夫妇来参加。这样呢，小安会觉得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但还是亲人啊，两家关系好，对孩子也好。而且我也想过了，小安呢，可以一直叫我王丽叔叔。季玉呢，永远是他的父亲，我永远是他的叔叔。小安有一个爱他的父亲的同时，还有一个爱他的叔叔。
罗宾提议，以后凡是遇到重大疑难还有复杂的案例，必须开会讨论。这样案件的代理情况，不光体现了经办律师的个人水平，而且还体现了我们律所全体的集体智慧，同时也避免了经办律师由于个人原因导致的案件受理受到了影响。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提议。案件是谁办理的？是律师，律师也是人，人就会受到情绪的波动，造成情绪波动的影响有很多方面，比如个人家庭、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等等等。我怎么觉得这个提议针对性很强啊？啊，不，何塞，你经手的案子确实符合这几个条件，但是现在罗宾手里类似的案子非常多，不是针对你。但是要从我开始，对吧？你总是这么一语中的。好，散会。罗宾他这是针对我，他这是在帮你，帮我，他是要插手我的案子。是蓝红想要换掉你，他说服了蓝红。准确的说，蓝红确实有这个念头，他想换成廖佳敏，但是经罗宾这一通说服，不换我了。但是我要向他罗宾汇报，向集体汇报。他就是集体，集体就是他。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打了我的脸，他打完了，你让我冷静。不是你说的吗？脱面自干，怎么现在人家还没脱你的面呢？你就已经气成这样，腾云驾雾了。我都安排好了，你带着淼淼直接出国。姐，我都不敢告诉你，我这手机里每天都能收到无数的威胁和恐吓我的短信和电话。OK， 威胁我、恐吓我，我不怕，但是我怕他们对淼淼动手。那你带淼淼走啊？不讨论，就按我说的办。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我等一下打给你。你怎么了？自己看。马上让何塞发律师函。告谁啊？告你姐姐？这事跟我姐有什么关系？据知情人爆料，看见了吗？这个知情人就是你姐姐罗琦。不可能，罗琦她不会的。不会吗？你不看你姐微博的？我都不知道她有微博。看清楚了，采樊琪琪这个就是你姐。她在上面骂我说我从小就爱钱，爱有钱人，抛弃了英俊潇洒的男朋友，转而攀了高枝，嫁给了这个什么黄土埋半截的有钱客户。法官判又不会根据谁在微博上说了些什么。是，你姐这个微博明显就被人指导过的。能不能冷静一下？我不能冷静，我告诉你，现在每分钟就有人跑到微博下面蜂拥而至的骂我，我都被骂上热搜了，你看不见啊？在所有的事情搞清楚之前，请你能不能先冷静地跟我说话？战斗已经打响，敌人用了最卑劣、最无耻的手段，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这是诽谤啊！我一定要告到他家破人亡。不什么意思？不，就是因为采樊琪琪是罗琦，也就是罗宾律师的姐姐。罗宾，
你不能因为她是你的姐姐你就护短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大义灭亲，不要上当，不要乱了手脚，好吗？我们要清楚我们现在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到底是要告孙超越还是采樊七七？这两者不矛盾。那好，如果我们先告采樊七七，那么所有人的眼光都会被吸引到这段梦断豪门上。更关键的是，采樊七七用的是春秋笔法，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很难构成诽谤。他这是在侮辱我。不，罗宾说的这个有道理。你现在一怒，等于是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向，但是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要先干翻孙超越。你现在要做的是唾面自干啊，就是即使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你被炒了，你不擦它啊，依然被炒了。什么我就被炒了？听不懂。你被炒了。哀兵必胜，你也可以发一个微博。我凭什么呀？我不会期期哀哀。用不着期期哀哀，就实事求是。第一，你丈夫生病期间，你的小叔子隔离了你跟你的丈夫，让你见不到他。第二，你的小叔子让你签了一个委托看病的协议，正是这个协议，你的小叔子在医生反复提示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让他转院，并且在转院的过程当中导致他去世。第三，你小叔子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转移了你丈夫所有的财产。第四，这个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不代表你丈夫的真实意愿。我可以去给平台发一个律师函，让他们删帖，不许转发。平台一般不敢惹这样的麻烦。然后我会再组织一拨人来采访，题目就叫做“百亿富豪突然离世，财产被算计，100亿资产零继承”。最关键的是，马上申请诉讼保全，让孙超越1分钱都动不了。他是生意人，这会对他形成致命的打击。好，这就去办。全体注意！你们所有人啊，我不用再跟你们重申，法律文书和出庭同等重要。我现在需要你们一起来做一项辅庭工作啊！很快我会给你们一批账号，你们要做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到各大银行的柜员机上查到这个账户的姓名，拍照并打印。第二，通过电话和网络查到这个账号的开户行，具体到支行。第三，给我做出账号清单。爷爷，麦飞，孙奶来了，哎，快喝一口。爷爷，哎呀，你们怎么不进去啊？你们人多，根本没带回来。闺女啊，哎，给你添麻烦了啊！没有，哪儿的话呀，一点都不麻烦，爷爷。说这个什么议定监护人，还非得要这个公证啊？那当然了，肯定是要公证的。我吧认识一个熟人，他在这个担保公司上班，他跟公证处的人呀可熟了。上次啊，他带我去做公证啊，根本就没排队，打了个招呼就给办了。等会儿，爷爷，啊，您上次公证什么呀？啊？哎呀，按说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的。什么事儿啊，爷爷还不能跟我们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能泄露的。爷爷，您跟我们说没事儿的，我们一定会保守国家机密的。没事啊？没事。能说？能说，爷爷您说吧。哦，是这么回事儿。前些日子吧，我突然接到公安局打了个电话，他们说我搅进了一桩什么大案子里头。我说我都这样了，我还搅进什么大案子？他们说公安局马上要来查封我的房子。我一听我急了，我说你们查封了我的房子，我住到哪儿去呀？他们说也可以呀，
让我先交一笔保证金。我没钱呐，我说我没钱呐。他们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我的房子呀，抵押出去。那您就答应了？嗨，他们证明我清白以后，过段日子房子就还给我了嘛。在抵押期间，我还可以继续住在我的房子里头，不会有事儿的，没事儿啊。爷爷，这事儿您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他们不让说嘛，他们规定，包括子女、家属都不能说的。我，这是保守国家的秘密。爷爷，我们都是律师，我们接受过保密教育，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所以这事儿您可以跟我们说，没事儿的，您接着说吧。哦，他们让我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做担保的，哦对，叫小江，是他带着我去公证处把房子做了公证的。那这个公证的内容在哪儿啊？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都在这儿呢。这是一份贷款协议，是一房子做抵押的。这有什么问题吗？爷爷，我问你一下啊，这个优盾是谁给您的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都是那个小江指导着我办的。他们还给我转了400万，在我账上，他们说先放我这儿，作为我的这个保证金，等这个案子查清了呀，房子还给我了，再把这钱收回去啊。爷爷啊，您刚刚提到小江，小江的全名叫什么？他在哪儿上班？您知道吗？哎呀，这我，哎呀，我是不是让他们给骗了呀？那400万他们很快就转走了。爷爷，您别急，您别急，不行，您先别急啊。麦飞是律师，咱们应该相信他。您别急，您慢慢说，行吗？我不急，您别急，我不急，我不急。您别急，您别急。我让他们给骗了，我今天请假了。我知道，现在人手实在不够，他们全去银行了。我现在缺人帮我写一份冻结申请文书，何太着急啊？那行吧，那我晚点过来好吗？爷爷，爷爷，我现在打电话。快打电话，爷爷。财产线索，法庭上报财产资料，后续流水账号核对，找出新账号。你怎么说的啊？说这种事儿特别多，而且是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警察现在接到的报案类似案件30多起，都是他们家这一片，都是被骗走了房子，而且有的老人的房子已经被卖掉了。哎，你先别着急，我们好好的想想办法，好吗？我能不着急吗？我本来是想把爷爷的房子给租出去，然后拿着租金送爷爷去养老院的。那如果我们打官司呢？这个官司根本没法打，这个套一看就是专业人士给设计的，一般不懂法的人绝对想不出这么合法的骗人办法。
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到办公室再说吗？我怕会出人命。这个套真的是太合法了。所以啊，我们现在特别着急，这个委托书要赶紧撤掉，不然的话，房子真的被卖了就来不及了。你让麦飞明天上午去司法局投诉，让司法局给公证处打电话，要求撤销这份委托书。然后，让麦飞去公证处找到骗子当时带他爷爷去公证的录像。关键是刚刚您也看到了，还有一个贷款协议，真的签得非常的糟糕。如果爷爷不能按时还款的话，他们是可以跟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麦飞报案了吧？报了。去派出所拿着受案回执，让法院暂停执行。好，我知道了。还有事吗？没事儿。那个，罗老师，谢谢您，晚安。那里。喂，姐，你在哪儿呢？我这就回家。何塞给咱们找个地方住，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住到这里。我呢，把地址发给你。我觉得物业和保安还都挺好的。那我就走了。我们家这几天特别吓人，每天睡到半夜了，就不知道是谁在底下按门铃。没事，我这儿安全，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今天一回家，门把上挂了一死鸡，我姐当时就吓疯了。我姐是属鸡的。这都什么下三滥的手法呀！你住哪儿啊？我上我姐那儿住去，正好我姐夫去世了，我也去陪陪我姐。啊，对了，那个淼淼啊，她要是没人照顾，你就放我姐那儿去，反正这都住一个院里，方便。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我有件事要和你说，要紧吗？和蓝红有关。如果你要是劝我别管，我昨天晚上见到原野了。如果，比如说，有人让我证明一件事情，但是我可能当时不在场，但是这件事情肯定发生过。如果我见证了，会有问题吗？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清楚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孙超越的律师来找我，让我说孙浩瀚立遗嘱的时候我在场，我见证了。但是当时你没在。但是肯定有遗嘱的呀，他都给我看过。我劝你最好不要做。但是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的。别信。你不会已经……我录了，也按照他要的写了。那你现在赶紧告诉他们，不行。但是他又给我买机票，又帮我安排学校。哎，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那能不能让原野？不能，他已经后悔告诉我了，他不会替你作证的。可不可以让他？不可以，他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出卖他。那你一定要拦住他，不能让他做伪证。拦住了，他已经拒绝了。要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拒绝。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发的就是电子邮件。难道说真的不能让？不可以。好吧。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我还应该谢谢你，至少让我知道了他们的遗嘱有毛病，只是我暂时没有证据。
你绝对不能把月月牵扯进来。你不会不知道我的办公室有监控吧？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是逗着你玩的。好吧，我的确是被你逗得比刚才开心多了，谢谢。不客气。事实是，浩瀚超越集团是孙浩瀚、孙超越兄弟俩共同创立的。不，公司是由孙浩瀚创立，弟弟孙超越是追随自己的哥哥。浩瀚超越集团的股份，自集团创立之日始，至孙浩瀚先生去世之前1周，一直是孙浩瀚先生占60%，长子孙然和其弟弟孙超越先生各占20%。为什么没有蓝红女士的呢？蓝红女士嫁给孙浩瀚先生也不是1年2年了。我姐之所以没有股份，是因为我姐夫曾经说过，我姐夫的就是我姐的。确实，如果没有遗嘱，你姐夫的也许可能是你姐姐的，但是现在是有遗嘱，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可如果真的上了法庭，你们这份遗嘱很有可能会被判作无效。我不明白你是从哪儿冒出来这种错得离谱的预判啊！如果你们的遗嘱真的一点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你们又何必坐在这间屋子里，跟零继承的法定继承人在这儿谈条件呢？因为你们申请了诉讼保全啊，这对于我们都是煎熬。我们知道，这个案子的审理肯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起草了一份和解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蓝红女士可以拿到1个亿。我不接受。我劝您接受，因为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血战到底，您将是零继承。不，如果我们胜诉，是你们的当事人零继承。所以，请提醒你们的当事人，诉讼有风险，应诉需谨慎。事实上啊，我的当事人并不想和解，是在我们的极力劝说之下，才有今天的会面。机不可失啊，1个亿不能太贪了。对啊，这1个亿呢，的确是不少了，但是因为你们的手段太卑劣，所以现在啊，1个亿不够了。今天之内签署都有效，否则我们只能对簿公堂。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收买威胁了所有可能的证人，我们就没有证据证明？你们的遗嘱人设立遗嘱的时候，是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吗？遗嘱最重要的是遗嘱内容是否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我相信法官在了解了遗嘱人的真实婚姻生活之后，会认定这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我们有证据表明，在孙浩瀚先生生前，没有一个除夕是和蓝红女士一起过的，每次过年都是和自己的儿子还有他自己的兄弟孙超越一家人一起过的。孙浩瀚在哪儿过年，和谁一起过年，跟继承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过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它绝不等同于其他节日，这就代表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呀。任何一个人也绝不接受把自己和家人辛苦打拼出来的巨额家产留给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吧。是的，王律师在这一点上说的非常对，但是你太不小心了。你的笔记本里有一些内容，足以证明你们这份遗嘱是无效的，而且你的邮箱里还有一封邮件，也足以可以让你丢饭碗。什么意思？
你真的忘了吗？罗琦毕竟是我姐姐，我的亲姐姐，我们姐弟情深。我是在救你。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64条，律师不得向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提交明知是虚假的证据。他妈无耻！冷静，你是律师。行，好了，不哭了啊！那这是干什么呀？你跟我讲讲，这是为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什么人啊？这都是。孙超越给气疯了，大骂王丽是白痴。你怎么了？孙超越约我打球，说不定他觉得反正你已经抓住他的把柄了，不如跟你说说软话，掏掏心窝子，也许你心软。王丽被炒了，难道这不是个好消息吗？律协请我去给年轻的律师讲课。我想给他们讲录音证据的取证技巧，来一起去，以漫谈的性质。对不起，我有事出去一趟。哎，我们不是说好了相互支持吗？